都停下！这桥不能过！陈守义，你今天发什么疯？让后面的车熄火，全部往后退！我今天结婚，10几辆婚车都到桥头了，你让我往后退？对，你们从西边绕，别上这座桥。桥前几天才修过，红绸都是昨天刚挂的，怎么就不能过了？桥面看着平，不代表下面没事儿。10几辆车一起压上去，谁也担不起这个险。偏偏拦婚车，不会是来讨红包的吧？行了，今天刘家办喜事儿，20块钱拿着，说2句吉利话，赶紧把路让开。我不要红包，我要你们绕路。20块还嫌少？那你想要多少？50还是100？我说了，我不要钱！陈守义，你知不知道这条路是谁定的？不管谁定的，今天都不能走。刘家花钱雇了我的车队，早就说好了从青石桥过，前4辆车还得贴紧着上桥，录像拍出来才有排场。我收的是走桥的钱，不是绕路的钱。现在改道，误了吉席，坏了刘家的排场，你赔吗？晚40分钟，总比出事强。大喜日子，你少在这里说晦气话！把喇叭关了，你们自己听。我结婚的车队堵在这里，你拿竹竿敲我的婚路，存心让我在亲家面前丢脸，是不是？耀祖，他到底发现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他看见车多，想趁喜事要红包。可他没有拿钱。他是嫌20块少。这些够不够？嫌少就直说，别拿晦气话挡我的喜事。耀祖，我看着你长大，你今天结婚，我没给你添礼，也不会来讹你的钱，那你为什么非要堵在这里？因为这10几辆车里坐的不是空座，是人。你今天骂我也行，事后找我算账也行，但这些车不能上桥。老周，往前开！我让你往前开！我不开了，他站在车前，真撞上了人，谁也担不起。我让你撞他了吗？你往前挪，他自然会让。他不让，我就不能往前顶。别管他，把摩托抬到一边。别动！路又不是你家的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过？路不是我的，可真掉下去，命是你们自己的。你知不知道清河家的亲戚都在车上看着？我爸早就跟他们说过，婚车要从青石桥上过，录像拍出来才体面。为了录像好看，就能拿一车人的命去试，桥到底会不会出事，不是你一句话说了算。我现在没有盖章的证明。那你凭什么拦车？我干了20多年修路补桥，桥面敲出来是不是实声，我听得出来。你不信我可以，可我不能眼看着你把车开上去。还在吵什么？吉时都快过了。刘叔，他嫌红包少，非让车队绕路，司机也不敢开，现在全堵在这里了。我不是嫌钱少，我1分钱都没拿，不为钱。你挑我儿子结婚这天堵路干什么？广发叔，桥不能压这么多车，你让他们绕西边走，晚一点也能到。我早就跟亲家说了，我儿子的婚车要从青石桥上过，红绸挂了，录像机架了，全村人都等着看。你丢点脸还能补回来？车真掉进河里，拿什么补？陈守义，你少吓唬人！这钱不是红包，是补你今天的误工。拿了，别再说桥有问题，把路让开。你想拿钱堵我的嘴？我只要婚车按原路过去，别再让人听你说晦气话。早这么做不就完了？陈守义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摩托你们能抬走，我自己站在这儿。谁要过桥，先从我身上压过去。你这是耍无赖！今天就算你们把我当无赖，这桥也不能走。这车我不往前开，撞人不行，桥有没有事儿，我也不敢赌。你先回车里，这事儿我能处理。你处理了这么久，吉时已经赶不上了。可今天绕路，女方亲戚会怎么看我？他们最多说几句难听话，司机总不能把陈叔撞开。从西边绕，要多久？至少多40分钟。掉头，都从西边绕。刘叔，绕过去就拍不到婚车过桥了，人都堵成这样了，还拍什么？今天我刘家的脸全让你丢尽了。等你平安把新娘接回家，再来找我算账。
怎么晚了这么久？不是说走青石桥10几分钟就能到吗？村里一个干零活的跑来拦婚车，想趁喜事讨红包，给少了，他死活不让路。他没有收钱，不收就是嫌少。他今天就是存心坏我们刘家的喜事。平时看着挺老实，原来嫌刘家没请他喝酒，故意堵婚车。先办婚礼，等今天过去，我会去找他问清楚。陈守义今天像不要命一样挡着，那座桥到底有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？这句话以后别再问。他要是真带人去桥底下看呢？所以今天这事儿必须咬死他是来讨红包的。可他连钱都没捡，没捡就是嫌少。刘家今天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你只要顺着说，他们自己会把这话传遍全村。那桥底下，别提桥底下，要是让人下去看，我前几天做的修补就遮不住了。你不是在桥讨婚车吗？怎么弄成这样？车队绕走以后，我又下桥看了一遍。刘家那边已经传开了，都说你嫌20块红包少，故意坏人家的喜事儿。我1分钱都没拿。我知道你不会拿，我怕的是他们不听你解释，以后都把你当成拦婚车讹钱的人。他们怎么骂先不管，今天那些车没上桥就行。守义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桥真有那么危险？桥墩边的土被前几天的水冲走了一大片，那桥下面已经空了。昨天还没冲成这样。土都让水掏走了。范老板，桥墩旁边冲出来的坑还没填，先把桥面裂缝封上，再铺一层新料，只补上面，底下还是空的。桥又不是今天就要走大货车，先把面做平，别耽误刘家的婚车。先别铺，桥墩旁的土被冲走了，底下已经掏出一个洞。陈守义，这是我的工程，用不着你来指挥。我不是指挥你，你先让人把桥底填实，再处理上面的裂缝。你说有洞就有洞，镇里验收的人都没来，你倒先下结论了。你跟我下去看看，竹竿能探进去半截，桥面这一块敲出来也是空声。你懂验收还是我懂验收？我不懂你那些账子，我只知道这桥现在不能过重车，更不能10几辆车挤在一起过。继续铺，愣着干什么？灰都办好了。你这样一盖，外面看不见裂缝，底下的问题一点没解决。刘家婚车过天就要走这座桥，现在封桥，你知道要得罪多少人吗？得罪人重要，还是人掉进河里重要？桥真有事儿，验收的人自然会说，你一个打零工的，别在这里吓唬人。刘家为了这场婚礼，桥头红铜绸都买好了，你要是到处乱说，坏了人家的喜事儿，别怪人家找你算账。青石桥下面被水偷空了，得先把桥封上。桥下哪一块空了？东边桥墩旁边，水把泥沙冲走了一大片，竹竿能探进去半截，桥面也裂了。范金贵不是正在修吗？他只让人补桥面，底下没填，那不叫修，是把裂缝盖住。桥前几天还有拖拉机走，哪有说坏就坏的？前几天没有这场暴雨，桥墩边的土是刚冲走的。今天村里的人都在帮刘家搭棚摆桌，我现在找不到人跟你下桥，不用很多人，先拿根木头挡在桥口，别让车过，等镇里的人来看完再说。桥刚修过，没有检查结果，我们不能只凭你一句话就封。真等检查出来，车已经开过去了怎么办？你先去镇监管站登记，只要他们说需要封，
村里马上配合。你们现在不派人去看？我先给你记下来，也会问范金贵，但封桥不是小事，得按手续来。你说的是哪座桥？柳溪村口的青石桥，东侧桥墩旁边被水冲空了，桥面已经有裂缝。桥是谁负责修补的？范金贵的工程队，他们没处理桥底，只在上面铺新灰。青石桥桥侧桥端冲空，负责桥梁检查的李站长和2名检查员都在县里，后天上午才能回来。你昨天托人来问过，我也记着。明早刘家有10几辆婚车要从桥上过，等他回来，车早就开过去了。我只能先替你登记，没有现场检查，我们也不能直接下封桥通知。那今天能不能派个人去看一眼？这2天暴雨后到处报险，检查车也不在站里，今天确实派不出人。我要是不来，出了事说我没反应。现在我来了，你们还是让我等。你的情况我已经登记，李站长回来会马上看。今天你先回村里，再提醒村委安排人守桥。村委和站上都去过了，都说要等人检查。你该说的地方都说了。明天刘家办喜事，人多嘴杂，你别再一个人往前冲。他们要是肯先把桥拦住，我也不想管。你一个修路打零工的，管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？管不了，也得先让人知道桥有问题。刘广发为了让婚车走青石桥，逢人就说那段录像拍出来有面子，你把牌子插上去，他肯定不高兴。他不高兴，可以过后来骂我。要是桥塌了，那不是1辆车，是1车人。陆华，插完牌子早点回来。牌子呢？昨晚才盖的。来不及了。路上已经耽误了40分钟，车都到门口了，怎么还在议论桥头那个人？我在车上看得清楚，那人1分钱没拿，怎么到了刘家都说成他讨红包了？都愣着干什么？放鞭炮，接新人！桥头那段让录像师全拍进去了，剪录像的时候是留下还是全剪掉？先把原带收好，今天婚礼没结束以前，谁也别把桥的事往外说。去陈家把陈守义叫来。现在叫，宴席马上开了，就是要当着2家亲戚的面说清楚。广发叔让你去婚宴，当着亲家面把今天事说清楚。该说的我在桥头都说了，我不去。拦车的时候那么有本事，现在不敢去了？他刚从桥下回来，鞋都没洗干净，你们还想让他说什么？刘家今天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他总得给个说法。我让车队绕路是因为桥不能过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哼，这话你去宴席上说，你不去，大家只会觉得你拿不到钱，故意编了个借口。他们正在气头上，你去了也说不清。我不去，他们就真把我当成心虚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这是我拦的车，不关你的事儿。他们骂的是我男人，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？陈守义，今天我刘家办喜事，你拦婚车讨红包，害我儿子误了吉时，这件事你认不认？我承认我拦了车，但我没讨红包。你堵着桥不让走，别人给你钱，你又嫌少，这不叫讨红包，叫什么？钱掉在我脚边，我1分都没碰。我拦车是因为桥不能过。桥面好好的，今天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我是修桥的人，
桥面刚铺过新料，他说桥不能过，总得拿出证据吧？我让你下桥看，你为什么不去？工程怎么修有规矩，不是你拿根竹竿敲几下就能下结论。你只把裂缝盖上了，桥底下的洞根本没填。呵呵，桥底下真有洞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看见？因为你们都只看桥面好不好看，没人肯跟我下去。说的倒好听，刘家今天10几辆婚车，村里多少年没这么热闹过。他就是看刘家办的风光，心里不痛快，非得在桥头出一回风头。我家穷不假，可没穷到拿别人结婚讹钱。你知不知道清河娘家人今天怎么看我？我爸跟人说了多少遍，婚车要从青石桥过，结果到了桥头，你一个人站出来，把10几辆车全逼回去了。你今天挡的不是桥，是我的脸。耀祖，我不是跟你家过不去，可丢脸的是我。脸丢了，过几天别人就忘了。真让车上桥，出了事怎么办？你凭什么认定一定会出事儿？我没说他今天一定塌，我只说他有危险，我不敢拿一车人的命去赌他今天不塌。少拿这些话吓唬人！你现在当着2家亲戚的面说你拦错了，再给耀祖和清河道个歉，这事儿还能过去。我没有拦错，你道不道歉？不道。我男人干了半辈子修路活，哪座桥能不能过，他心里有数。你们骂他穷可以，骂他拿人命讹钱，我不认。既然你们不认错，那村口老铺屋檐下的摊位也别再用了。我在那里卖了4年早点，那地方是我刘家的，以前让你摆是给你们方便。明早以前把炉子桌子全搬走。好好的喜事儿让你们搅成这样，以后谁还敢吃你家的东西？我卖的是早点，不是坏心肠。现在村里都说陈守义是穷疯了，看见刘家婚车多，就想趁机了捞一笔。桥出不出问题，过2天自有结果，别拿我媳妇儿的摊子说事。桥要一直好好的，你是不是还得说自己救了全村？我只希望他别塌。摊位没了，我再想办法找地方。我不是心疼摊位，你明明是怕他们出事，为什么最后所有人都觉得你图钱？因为桥还没塌。摊位停了，范金贵还欠着你上个月那几天工钱，家里这阵子怎么办？欠的工钱以后照规矩讨。桥是桥，不能让人觉得我拦车是为了那点钱。桥不塌最好，别人骂几句，我们还能过日子。娘，摊子怎么搬回来了？学校里都在说你拦婚车要红包。别管他们说什么，你把书读好。可他们说的像真的一样。爸，那座桥真的会塌吗？我不知道它哪一天塌。那你为什么敢一个人挡10几辆车？因为桥底下已经被水掏空了，它要是不塌，别人骂我一辈子我也认。可我不敢拿一车人去赌它不塌。陈叔以前跟你家有过矛盾吗？没有，他平时给人修路干零活，跟谁都说不上几句话。那你为什么认定他是来要红包的？大家都这么说。胡三宝说他看见车队排场大，临时起了心思。可他没有接钱。那是嫌少。他站在桥头的时候，裤腿全是湿泥，鞋上也是。一个临时来讨红包的人，为什么会先跑到桥下面，弄得满身都是泥？也许就是为了装得像一点。你真这么想？还是你不愿意承认他可能说的是真的？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我不想再提他。陈守义这回算是把刘家得罪死了。穷成那样，还嫌人家出风头？昨天婚车都没敢走这座桥，你还是绕一下吧。10几辆婚车一起过才重，我这车就几袋米，绕西边得多走半个小时。什么声音？快来人！桥塌了！快来人！桥塌了！伤到骨头没有？胳膊擦了一下，没大事儿。先别靠近，桥下面还在掉土。都往后退，桥还没稳，谁也别上去。昨天那10几辆婚车要是真开上去，第一辆里面坐的就是新郎新娘，后面还有那么多亲戚。陈守义不会真把刘家一车人救下来了吧？真塌了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可昨天陈守义就说桥不能过，昨天车队没上桥，谁能证明一定会塌？
爸，今天一辆小货车就压成这样，昨天可是10几辆车。昨天是你的婚礼，你现在承认那桥不能过，是想让人说咱们刘家明知道危险，还硬逼婚车上桥？范老板，地下全空了，都别乱踩，桥刚塌，谁碰坏了现场，责任更说不清。范金贵，这桥是你带人修的，为什么新铺层下面会空成这样？前几天暴雨这么大，河水今天又急，桥是什么时候被冲坏的？现在还不能下结论。陈守义3天前就说底下空了，你们不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吗？昨天陈守义拦婚车被刘家人当众赶走，今天一早桥就塌了。没有证据的话别乱说。昨天车队绕走以后，有人亲眼看见他又下了桥。车队绕走以后，有村民看见他又下了桥，回来时鞋上全是泥。他下桥也可能是在查看桥洞。查看需要拿竹竿往桥底乱捅吗？昨天他被人骂，今天桥就塌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心里不服，半夜又动过什么手脚？他昨天确实一直拿竹竿捅桥底。他要是真为了证明自己没拦错，把桥弄塌了，那就不是要红包这么简单了。让我过去看一眼。你不能靠近。我为什么不能靠近？你昨天在桥底待了那么久，现在桥塌了，现场还没查清，你得避嫌。避什么嫌？他3天前就告诉你桥下有洞。他说有洞，不代表洞有这么大。桥底早就空了，不是今天才坏。你说早就空了，有证据吗？眼前这个洞就是证据。他只能证明桥现在塌了，证明不了昨天是什么样，更证明不了你昨晚没动过手。你只补桥面，不填桥底，现在出事了，你想把责任推给我？大家都听见了，他自己承认昨晚又下过桥。我下桥是想看看空洞有没有继续扩大。谁跟你一起去的？谁能证明？没人看见，那就只是你自己说。他要真想害人，昨天为什么拼命拦住婚车？也许就是因为昨天没人相信他，他才想把桥弄塌，好证明自己说的对。为了证明自己，我就拿货车司机的命去赌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都别吵了，镇里的人来之前，谁也不要碰桥。爸，他们说桥是你弄塌的。别听外面乱说，你先回家。老师让我这几天保管学校摄影组的相机，我把桥洞拍下来，至少能让人看见桥底到底是什么样。不许拍！桥又不是你家的，为什么不能拍？相机拿来！冲我来，别动我孩子！他乱拍现场照片，以后被人拿去乱传，谁负责啊？照片只会拍下桥是什么样，你们怕什么？小姑娘，别以为拿个相机就能随便往工地闯，再乱拍，我就说你进工地偷东西，到时候学校知道了，你自己解释。我站在麻绳外面，碰过你们一块东西吗？他没进桥，也没碰东西，你敢往他身上泼脏水，我跟你去村委当面对质。那就把相机收好，这个现场不是谁想拍就拍。你还拍？拍的是桥，不是你，你拦不住。小满，你们学校刚托人来问，桥塌的传言会不会牵扯到摄影组那台相机？范金贵到处说你爸昨晚动过桥，学校怕相机拍下什么，又被人赖到你身上。范金贵说我爸动过桥，你们亲眼看见了吗？我们也是听人说的。没看见就说我爸毁桥，出了事谁负责？别问了，现在他们谁都不会信。桥塌了，不正好证明你没说错吗？桥一塌，范金贵就要给工程一个交代。他不想认识自己没修好，就只能找个人说是被毁的。谁干的？别追，天黑看不清是谁。他们都欺负到家门口了。别擦了，明天再想办法刷掉。小满明天还要从这里去上学，我不能让他每天出门都看见别人这样骂爹。爸，明明是你救了他们。救没救，不是靠咱们自己喊，那要靠什么？得让事实说话。
既然你说要让事实说话，那咱们就把事情一次说清楚。你把这份认错书签了，拦婚车和乔他的事，我们可以不再追究。这上面写的都是你们商量好的。事情已经闹成这样，总得有个说法。第一条，说我拦婚车是为了讨红包。你儿子扔在地上的钱，我碰过一张吗？你没拿，是因为车最后绕了路，你没讨到便宜。第二条，说我散播青石桥有问题的谣言。桥现在都塌了，这也叫谣言？桥塌是事实，可他为什么塌，现在还没查清。你还想说是我弄塌的？我没下结论，可你昨晚去过桥下，这也是事实。我去桥下是为了看空洞有没有继续扩大。谁看见了？第三条，要我承认耽误婚礼，赔刘家损失。车队多绕了40分钟，录像没拍成，亲家也看了笑话，难道这些不是损失？车没从桥上过，人才平安到了你家。谁能证明他们过桥就会出事？今天1辆货车就把桥压塌了，昨天可是10几辆婚车。我今天不是来争桥哪天会塌，我只要你签字，把婚礼误时的责任认下来。第4条，我以后不再提青石及桥的事。这字我不能签。签了，刘家不再追究你拦婚车的损失。你不签，毁桥这事儿可就说不清了。桥是你修的，现在塌了，反倒要我签字替你认错。我只是在给你机会，你认了拦车造谣，大家还能当你是一时糊涂。我一签，就成了我拿刘家的喜事讹钱。可我那天拦车，是怕第1辆车先陷进去，后面的车连推都来不及。现在桥塌了，你当然可以这么说。你在桥头的时候，只想着录像拍不成，车队要绕路，你问过车里坐了多少人吗？陈守贤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你女儿想想。她还要上学，还要参加考试。以后村里人都说他爹毁了桥，他怎么抬得起头？我爸没毁桥。哼，你说了不算。你们冤枉我男人还不够，还要拿孩子吓人。我是在提醒你们，签了字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。让他认下没做过的事，才叫毁了小满一辈子。我可以认我拦了婚车，也可以认我让你们丢了脸。我只认桥下有洞，别的我不认。陈叔没有说谎。清河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来看桥头那段录像。爸，是清河一定要把录像带过来，我也想把那天的事看清楚。今天是你们结婚第2天，你跟着他来掺和这种事儿？就是因为我坐在第1辆婚车里，我才不能装作没看见。桥头那段还在原带里，我没剪，画面可能有些晃，声音也被鞭炮盖住了。从他拦下婚车开始，他没有追着谁要钱，也没有伸手碰红包。一个讨红包的人，不会连红包都不看。他一直盯着桥。我当时还觉得他碍着镜头，现在重新看，他确实一直在让司机听桥面的声音。可我当时只听见大家说他要红包。大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你有没有认真听过他在说什么？录像只能看见他拦车，谁知道他是不是一边装着看桥，一边等我们加钱？钱已经扔到他脚边了，他为什么不拿？嫌少。爸，不管他拿不拿，你们都能说成他想要钱。那他怎么做才能证明自己不是来讹人的？清河，你现在已经进了刘家的门，别胳膊肘往外拐。我昨天坐在第1辆婚车里，你们怕丢脸，我怕丢命。清河，那天要不是陈叔拦着，我们确实已经上桥了。桥是第2天才塌的。可陈叔前1天就说他有问题，为什么你们宁愿相信他穷疯了，也不肯去桥下看一眼？录像只能证明他拦过车，证明不了桥早就有问题，更证明不了桥不是后来被人弄坏的。我3天前就找过你，你找过我，就能证明你说的是对的？我还去过村委和监管站。嘴长在你身上，你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小满，床底下那个旧铁盒，装修录本子的那个。对，拿出来。又想拿什么东西糊弄人？手艺干活这么多年，
哪条路什么时候修过，哪里雨后出过问题，他都记在本子上。自己写的东西也算证据，是不是正是证据，自然有人会看。至少不是你一句他毁了桥就能给他定罪。爸，你说的是哪一本？蓝皮那本最后几页。我从桥下回来，当晚就记了。青石桥，桥端东侧空响，车辆暂进，等检查。这些年，你一直都这么记？我没读过多少书，记性也不是一直好，哪里修过，哪里容易坏，我怕忘了，就写下来。日期可以后补，字也可以今天才写。这本子一直锁在铁盒里，我爸为什么要提前写这么多别的路？就为了今天骗你？你是他女儿，你说的话不能算。这页记录写在婚礼前3天，至少和陈叔当时说的话对得上。至于乔为什么他，让懂工程的人和镇里来判断，不能由你一句日期后补就算完。一本自己写的本子，能让谁信？同一本里记了几年，写法、用笔、墨色都不一样，不像是临时补出来的。一本破本子，说明不了什么。你们不签，后面的事儿自己承担。瞧他的责任还没查清，别以为拿段录像翻本旧账就能把自己摘干净。你还想继续查？不是我要跟谁过不去，桥已经塌了，总得弄清楚是谁的问题。我舅舅以前做过工程监理，这本子我想拿给他看。这些照片是谁拍的？桥刚塌的时候，我用学校摄影组的相机拍的，昨天去镇上的照相馆洗了出来。照片有没有裁过？底片还在不在？没有裁，底片也在。底片收好，别在上面划，也别随便交给别人。舅舅，能看出陈叔说的是不是真的吗？这不是刚被人捅出来的小洞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空洞里面有好几层水冲过的痕迹，泥壁也已经被泡松了，真是前一晚才弄坏，不会是这个样子。上面颜色浅的是刚铺的新料，下面发黑的才是原来的桥船。也就是说，桥底早就空了，上面只是被补了一层。从照片看很像。那这就能证明陈叔没毁桥了？还不能，照片能看出空洞形成了一段时间，本子也能证明陈守一在婚礼前就记过这件事，但本子是他自己写的，照片只拍到了桥塌以后，他们能说明陈守一不是随口乱说，不能直接认定是谁修坏了桥。那要怎么查？让镇里正式检测，把新铺层取样，再看桥墩空洞、水冲痕迹和原来有没有加过，专业检测做完，才能把话说实。我现在就去镇建管站。本子、照片和录像都带上，但原件别留下，让他们登记接收。材料交了什么也要写清楚。他们会管吗？桥已经塌了，还伤了司机，这不是刘家和陈家吵架，是公共安全问题，他们必须管。沈舅舅说，这个洞不是一晚上形成的。他说的再对，也得镇里的人去看。这张只拍到桥洞，没拍清和你说的那条细裂缝。桥已经塌了，你别再靠近。我站在麻绳外面拍，不往桥上走。不行，你不能往桥面靠，只准站在麻绳外。要是天黑或者有人靠近，先躲到无树店里。桥塌那天，我还沿下游找过拍照角度。芦苇里压着半块带红漆的木板，我当时只当是暴雨冲来的废料。河边废木头多，别下坡去翻。先把桥的情况拍清楚就回来。你爸说的对，材料已经交给清华了，剩下的让镇里查。镇里明天可能来人，咱们这时候搬东西，会不会让人看见？范老板说了，桥下那些旧水泥袋、碎木桩和废料都先运走，免得检查的人看着乱。这一块也铲平。
范老板说心灰裂得太难看，留下来容易让人问。小满，你怎么躲在这里？他们在搬桥边的东西。别出声，范金柱在镇上认识的人多，咱们惹不起。可这些东西明天检查的人可能要看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也赶紧回家。他们以后问你，你也说没看见吗？我有一家老小，不能跟范金明对着干。陈守义来过，什么时候？婚礼前一天。他说桥墩东侧被水冲空，第二天有婚车要过，让我们尽快派人检查。瞧他当天，周会计也打来电话报过险。站里今天本来就要去现场，你们带来的照片和录像正好一并登记。当时为什么没有去？李站长和检察员都在县里，检察车也被调去处理别处塌方。我往村委打过电话，暴雨后线路没通，陈守义说会先回去立警示牌，我也把情况登记了。青沙桥的材料是哪位送来的？是我。桥已经塌了，村里现在还说是陈叔故意弄坏的。准备取样工具，现在去现场。需要通知村委和工程队吗？通知。桥是公共设施，修补工程是谁做的，谁必须到场。检查没有结束前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桥面，也不能再搬动现场物品。新铺层下面没有看到加固痕迹，这是临时修补，本来就不是整桥重建。既然是临时修补，施工前检查过桥鸠和桥底没有？暴雨刚停，水那么急，底下不好吓人。我下去看过，也告诉过你底下空了。现在是正式检查，轮不到你插嘴。陈守义反映过情况，记记簿上有日期，他有权把当时看到的说清楚。空洞内有反复冲刷形成的水痕，泥层也已经分开，这不是桥塌前一晚才出现的。那陈守义3天前说的是真的？暴雨那么大，空洞也可能是在这几天里突然扩大的。具体形成时间还要继续核对，但可以确定它不是人为拿竹竿林捅出来的。我原本也想多查2天，是刘家一直催着要让婚车过桥。胡三宝还说录像里桥必须看着新，我只负责婚车路线，修桥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的工程出了问题，别往刘家身上推。当初是谁让我赶紧把桥面铺平的？我只是问你能不能按时修好。你早就知道桥底有问题，你们刘家不是也说只要桥面看着新，婚车能过就行吗？爸，你们说过这句话。我不知道桥会塌，我只是让他别耽误婚礼。陈叔已经说桥有危险了，你们为什么不肯停下来查一查？范金怪说只是雨后一点小裂缝，敷平就没事儿。原来陈叔拦车以前，你们就知道桥面有裂缝，你们只是觉得只要桥面看着新，喜事就能照办。清河，我真不知道桥底已经空了。你不知道会塌，可陈叔拦车时，你也没想过先弄清楚。你们不是不知道危险，你们只是觉得喜事比危险重要。根据现场取样和桥端空洞情况，初步确认青石桥在坍塌之前已经存在严重安全隐患。婚礼当天，这座桥已经不适合车辆通行。婚车那天要是真开上去，第一辆坐的就是新郎新娘，后面10几辆车全是两家的亲戚，桥要是在中间塌了，谁担得起？咱们前2天还骂陈守义穷疯了，现在看来他真把刘家的人拦回来了。镇里只是说桥当时不能走，又没说陈守义救了谁，村里的人倒先把他当恩人了。那天不是他挡在车前，我们已经开上桥了。
让我当众承认，差点带着一车人上围桥，刘家的脸还往哪儿放？爸，到现在你还只顾着脸。检测的人说得很清楚，婚礼当天桥已经不适合车辆通行。你现在也跟着外人来压我？陈叔不是外人，他拦下的是我的婚车。清河坐在第一辆车里，后面还有我姑、我舅，还有几个孩子。那你想怎么样？真让我跑到陈家门口喊他救了刘家？至少要把讨红包和毁桥的话收回来。我已经没再往外说了。可最早就是刘家当着亲戚的面说陈叔拦车是为了钱。我去道歉，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又送认错书来了。今天不是来让他签字。陈叔，检测结果我们看见了。看见就好。桥口现在封住了，不会再有车误上去。这事儿算我们刘家误会你了。这里有些钱，秀兰的早点摊停了几天，墙也被人泼了漆，算刘家补给你们的损失。墙上的红漆是你们泼的？不是，我只是说事情是从婚礼闹起来的，刘家愿意出这笔钱。钱你收下，外面的话也别再闹大。什么叫别再闹大？桥的事儿镇里会查，咱们两家的误会到这里就算了。你们说我是讨红包的，说我是毁桥的，现在一句误会就算说清楚了。我已经带着药祖上门了，钱也拿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还是没明白。嫌少可以在家。我不是来卖委屈的。早点摊少卖了多少钱，墙刷回来要花多少钱，该赔多少可以算。可你不能拿一笔钱让我以后闭嘴。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你们当着昨天骂我的那些人把话说清楚。我拦婚车不是要红包，我拦车是因为桥不能过。你让我当着全村人的面认错。你们当着两家亲戚的面说我讹钱，也当着村里人的面说我毁桥。现在事实出来了，我只要你们把原来的话收回去。刘家刚办完婚礼，你让我再把这件事拿到村口去说，是嫌我们脸丢的还不够？爸，该丢的脸，婚礼那天已经丢了。你说什么？陈叔救的不只是我。清河坐在第一辆车里。如果为了刘家的面子，就非要说救我的人是坏人，那这场婚礼我心里过不去。明天先到村口，把讨红包的话收回来。毁桥和警示牌的事儿，等镇里查清再公开说。既然是你答应的，就赶紧说。婚礼那天，陈叔拦下我们的婚车，当时我们说他是为了讨红包，还逼他当众认错。现在镇里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，青石桥在婚礼那天就不适合车辆通行。陈叔拦下婚车不是讨红包，是我们误会了他。守义，前几天我也跟着骂了你，是我没弄清楚。先别急着给谁下结论。今天只把讨红包的话收回去，桥和警示牌还没有查完。录像能证明我没要钱，但桥为什么塌，警示牌为什么不见，还得继续查。别因为刘家认了错，就把范金贵修桥的问题盖过去。陈叔，对不起。你认错是一回事，谁拔了牌，谁盖了裂缝，还没说清楚。秀兰，桌子我帮你搭。搭稳一点，明早还要和面。刘家愿意认错是刘家的事儿，陈守义是不是真那么无私，可不好说。检测都说桥不能走了，他拦车还有什么不对？他3天前就知道桥有问题，为什么不早点封桥？
这么说也有点奇怪，他既然早就知道，怎么不提前放个东西挡着？他就是想等场面最大的时候站出来，好让全村都记住他。婚车没到，他拦给谁看？非得让录像机拍进去，才显得他有本事。他们刚承认你不是讨红包，现在又说你故意出风头，让他说，还让他说。你说我早知道乔有问题，却不早点拦，是不是？难道不是？我去找过你，你承不承认？你来工地说过几句没凭没据的话。我去过村委，也去过镇监管站，登记本上都有日期，可桥头还是没人守。婚车到了，你才出现。我还在桥头插过一块警示牌。什么警示牌？婚礼前一晚，我自己做了一块木牌，写着桥下空洞，车辆禁行，插在桥口。谁看见了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到桥头，牌子没了，裂缝也被新灰盖住了。我插在桥头的警示牌是谁拔的？你说插过就插过，牌子在哪儿？我见过。你见过什么？瞧他那天，我去河边拍照，在下游的芦苇丛里看见过半块断木牌，当时我以为是暴雨冲下来的废木头，没有过去看。那块木板上好像还有你写牌子时用的红漆。你那天是在什么位置看见木板的？就在前面那片芦苇后面，当时我急着拍桥洞，只看见露出一个红色的字。清河姐，在这儿。是陈叔写的那块牌子，断面没有旧腐烂，说明它不是早年的废木头。到底断了几天，要让检查的人判断。我爸没有等婚车到了才拦，他前一天晚上就把牌子插在桥口了。先别再擦了，断口、铁钉和上面的泥都要留着，让镇里的人看。这块木牌是谁做的？我做的，字儿也是我写的。牌子上的红漆就是这个罐里剩下的，手艺写完后，毛笔也是我洗的。一块从河里捞出来的破木头，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？上面写着车辆禁行，断口还有钉子。难道我爸知道乔会他，故意把牌子扔进河里等今天？你是他女儿，你说什么都帮着他。是不是原来的警示牌？要看木料、漆迹、断口和其他材料，不是谁嗓门大谁说了算。我有件事要说。你看见什么了？婚礼前一晚，胡三宝车队里的小邓来我店里买过一把刀片、一卷粗麻绳，还有2袋灰粉。车队扎红花本来就要用刀片和麻绳，买这些有什么奇怪？他买完以后没有往刘家走，是跟范金贵的2个工人往桥边去了。天那么黑，你看清楚了？他们的3轮车就停在我店门口，后来我关门时还看见桥头有手电光。那时候我以为他们是赶夜工，现在牌子找到了，我才明白，他们买这些东西不是正常修桥。桥塌后那天傍晚，我还看见同一辆蓝色3轮车去桥边搬水泥袋、铲新灰。小满就是躲在我店门后拍的，我当时怕惹事儿，没敢说。你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拔牌，少在这里乱扣帽子。婚车录像也许拍到了。这段是婚车到桥头前拍的，陈叔当时还没有出现。警示牌那时已经被拔了，断掉的木桩却还留在红绸下面。还有这一张，这块木屑只能说明小邓当时在桥边。真正重要的是另一卷底片。检查前一晚，我拍到范金贵的工人开蓝色3轮车搬水泥袋、铲掉新灰，车牌也拍清楚了。那辆车和人我都认得。小满拍照的时候，我就在店里。天那么黑，谁知道他拍的是清理废物，还是你们说的转移东西？一张照片
不能单独下结论，但底片、车牌、现场缺失的材料和吴老板的证人可以相互核对。警示牌被拔，裂缝被新灰盖住，检查前有人搬走现场材料，这些事情必须一起查清。小邓，你跑什么？我没想害人，我就是听老板的话，去桥头帮忙。你胡说什么？牌子不是我砍断的，是范老板的人拔的，我只帮着把断牌拖到河边。胡老板让我把桥头弄干净，说婚车录像里不能出现车辆进行。他们还用新灰盖了裂缝，我当时以为桥只是有点旧，没想到下面真的空了。青石桥工程警示牌被拔和现场材料被转移的问题，从现在开始正式调查。我不是没早说，是你们不让别人看。根据镇上联合调查处理决定，青石桥修补工程的问题已经查明。范金固在明知桥墩受冲刷的情况下，没有处理桥底空洞，只在桥面铺设新料，并安排人员遮盖裂缝，拔出警示牌。我是为了先保证通行，后面还准备继续修。准备什么时候修？婚车过去之后，还是桥塌以后？调查中还发现，你负责的另外3处道路修补存在材料数量对不上、只补表层的问题。镇里已经责令你的工程队暂停施工，相关工程款停止结算，多领、虚冒和不合格部分按调查结果追回。桥要过婚车是刘家催的，路线是胡三宝定的，不能把责任全算在我头上。谁催工不能成为偷工减料的理由，你的责任按你的行为处理。胡三宝为拍摄婚车过桥的画面，明知有人发出安全提醒，仍要求司机走青石桥，还安排人员配合拔牌清理现场。我只是想把婚礼办好看一点，没有想害人。有关部门已经责令婚车队停业整改，整改通过以前不得再承接业务。陈家这段时间的实际损失已经核过，早点摊被赶走是刘家在没有查清事实前做出的决定。墙面被泼红漆，还没有查到具体责任人。刘广拔提出由刘家先承担修补费，后续找到泼漆的人再另行处理。陈守义以前跟工程队干过的几天零活，范金贵也一直没有结清，该付的工钱一并结算。刘家该赔的我赔，除了清单上的赔偿，我再多补一笔。老铺的摊位也让秀兰继续摆。清单上该赔多少，我收多少。摊位恢复使用，你当众说清楚，钱不用多补。这次不是让你闭嘴，是我该补的。那就按清单赔，把摊位恢复使用写进处理结果，比多塞钱有用。爸，该说了。婚礼那天，陈守义拦下婚车，不是要红包，他提前发现青石桥有危险，去过村委，也去过镇监管站，还在桥头插过警示牌。是我们为了婚礼的面子，不愿意相信他。桥塌以后，我们又说他毁桥。陈守义，是刘家误会了你，也冤枉了你。陈叔，对不起。我不需要你们跪，也不需要你们天天记着。以后再遇到危险，先停下来看看，别再拿面子去赌命。那天要不是陈叔拦住婚车，我现在不一定还能站在这里。摊子能重新支起来了。施工队还缺一个现场安全员，不是让你签工程验收，是让你盯着桥底、材料和每天的施工情况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当不了什么领导。不要你当领导，发现不对就马上进条，把情况写下来，再让工程师检查。复杂的图纸我看不全，但桥底下有没有空，填图实不实，我看得出来。那就够了。秀兰，包子是放这边的钱吧？吃什么自己拿，钱放筐里。工地今天忙不忙？还行，刚交的桥墩得钉一会儿，我吃2个包子就走。安全员也不能饿着肚子看桥。
别人都说我爸拦下了一场婚礼，可我觉得他拦下的不是婚车，是一群人心里的侥幸。这场回恩前阵子耽搁了，今天再从西边绕，得多走不少。远一点没关系，平安到就好。守义，这桥现在能过婚车了吧？能过。爸，那天你拦下婚车的时候，真不怕他们一直骂你？怕。可那天我拦下婚车，不是要红包，我是想让他们平平安安把喜事办完。